欢迎回到这里是砰砰连连看第6期的直播陪看。然后今天这一期呢，其实也是最后一期的直播陪看了。首先还是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春日4班的直播聊天室。Sorry 大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 MC 大树王博宇，嗨。然后今天呢是闺蜜局，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猪猪。Hello，猪猪。还有大轮儿 Hello。然后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本来今天是闺蜜聊天局，楚楚也会来的，但是这位小朋友呢，他昨天拔了智齿，所以他今天肿成了花栗鼠，然后他也不方便说话，他也本人在忍受这个牙痛，所以今天他就是小小的请了一个假，所以就是我们3个继续这个闺蜜聊天局的陪看 ，yes。好，首先就是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期的直播陪看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先还是我们的自由聊天环节。相信大家很多人会对我们录制时，包括录制之后的一些心情啊，还有我们在想什么，还有我们录制之后的生活都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的聊一聊吧。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怦然心动旅行中，大家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地点是哪里？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呢？谁想先回答一下？你点名吧，老师。朱老师。好吧。最深刻的地点嘛，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其实是最后一期，就是大家，那具体我就不剧透了，反正就是在那个海边，然后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包括像那个，哎呀，怎么办呢？一说又要剧透了，反正就是就是在海边，然后微风、阳光，朋友们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轮儿呢？我其实说了大概8000遍了，一个是那个就是烟花嘛，那天正好刚播完那个烟花，就真的让我觉得是人生中特别好的一段体验，然后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烟花嘛。然后还有一个看了最近几期，还有一个非常难忘的画面，就是我那个在水里，因为那个下水的时候很难免的那个头发全都是粘在脸上，所以产生很有意思的图片。对，就是那个滑梯，是不是？对。但其实我特别想玩你们那个，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一部分的时候，我就后悔我怎么没有选那个，因为我很想玩那种很刺激的项目。对，的确有机会。我再去一次是吧？不是，我说那个楚楚那个也特别好玩。他那个是真的好玩。对，他那个真的好玩。那个也很好玩。我感觉我印象最深刻的地点，除了那个烟花以外，我们说一个别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那天在坐在那个沙滩上听锻炼留言的时候，因为其实那会儿我和锻炼的交流特别少，然后后面我和锻炼就先不剧透啦，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些对话，我当时就是我原本在刚加入的时候，我会觉得锻炼好像真的不表达自己，所以那一天听到他那个留言那么走心，而且就是那么勇敢的说出了一些很真实的问题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对锻炼一个大改观，然后也是一下子就是激发了我一个表达欲，然后后面我私下的时候也和锻炼经常就这个内向外向的问题展开讨论，即使是录制之后。然后我们到第2个问题哈，他说就是在节目中你们有什么遗憾吗？然后比如说就是有什么想做没有做的，或者说给大家一次机会，你们再回到某一个场景，你们会不会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这个是有想法吗？节目中的遗憾，想做没有做的，或者说有想要重新做的选择吗？如果我要非说遗憾的话，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是不同的行程和安排嘛，然后就是每时每刻你都是你下一个可能就是时间排的比较紧凑，就以至于就是很多的情绪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体会。我觉得再给我机会，我可能就会更放松一点，就是慢慢的去感受这趟旅程当中，就是每一个活动和每一次和朋友一起相处带给我的更深的感受吧。对。
其实我也差不多是这种，就是因为咱们的确是特别珍贵的一次机会，然后我就感觉，一个是如果因为当时晚来，然后如果当时能更怎么说呢，更放松一种更放松，没有那么社恐的那种心态，可以更快的融入，然后成为更好。其实我还真的有一个比较遗憾的点哎，就是后面其实我有读到一些大家网上的评论或者什么，其实因为后面咱们在普及的行程特别特别的赶，然后每天大家睡觉都很晚，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我当时的一些情绪，可能我们真的是深夜在被窝里女生聊的，但是那一部分其实没有就是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但其实，所以就我会收到一些评论，就是大家会说，哎，大树有一些情绪，或者说大树有一些变化，怎么是突如其来的？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突然对我的一些情绪上的出现。但其实呢，就是我很遗憾，我当时没有这些，就是和大家还没有那么深夜的女生夜聊去表达一下我的情绪，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情。但其实我们3、4点在被窝里聊的很多，真的聊很多。对，我们就是真的摄像机全都关了之后，我们就是深夜其实也是一直在讲一些女生的悄悄话，这样。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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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对比参加节目前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包括这场旅行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换一个顺序，这次大轮先来吧。我最大的影响还是其实就是多了一群这么好的朋友，而且主要是咱们那个旅行一直就像一场就是很梦幻的感觉，然后对于现实就是其实刚回来那一阵就是有点分不清现实，然后跟那里面因为我们那里面就真的太无忧无虑了，然后每天又有好朋友，然后又有很好玩的事儿做。是的，其实我们后来比如说咱们在经常聚的时候，然后我又有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友情应该会延续很久，所以这应该是对我生活最大的改变。猪猪，U turn。当然是收获了一群好的朋友啊。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真的感觉在这趟旅程里，我真的很真心的讲，发现了可能之前我身上没有的50%的一些缺点和优点吧。真的发现，就是相当于重新认识了一遍自己。就是感觉很多的情绪在这个旅途当中，就是可能会被放大嘛，然后也就认识到自己就是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就是在哪方面还存在很多的缺点，还有哪方面做得很好的，就是那些没有挖掘到的优点吧，就是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是这趟旅行带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趟旅行对我来说，其实对我整体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大改变了，但其实对我接下来的一个规划的选择，其实有超级大的影响。因为其实这个节目它很神奇的，就是它把20岁这个群体，虽然我们都是20多岁，但是其实大家很多人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多姿多彩的。所以我在就是咱们的这么一个大集体里，就是看到了青春更多样的选择性。所以我接下来1年，可能我原本就只是在自己的生活里，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可能接着选择，比如说在自己原本留学的地方继续去生活找实习啊。但今年我可能会觉得，其实我还年轻，我还有精力。我想要学更多的技能，然后我想要去可能甚至有可能这1年我开始旅居都有可能啊，因为我是一个很疯的人。然后就是会让我感觉，就是大家的存在会让我感觉我们的青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我变得更大胆了，虽然本来就很大胆，就是更大胆了这样。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是在节目录制结束之后，大家都相约出去玩了嘛？就是是录制结束后的第一次吗？还是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可以具体聊聊我们录制节目后出去玩这些事儿。那我先来吧，这一次我先来。好，其实最接近我们那个录制结束之后，应该是当时还没有播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大家约着一起在私下玩了。我们选了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就是悄悄的，大家都很给力，就是我们说，
大家选了一个最方便的地方，然后很多人还专门的飞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又订了一个那种大民宿，住在一起，就是完全复刻了一波综艺录制时的景象，然后大家又过起了集体生活。那么着，咱们玩了三天吧，得有。对。对吧？就是一直在一起，然后我们每天找项目，要么是密室啊，要么是唱歌啊，就是感觉我们几个人又给自己拍了一次那个综艺的番外版，对，番外版。是。哎，你们可以分享一些别的，这样。其实后面就是很多人剧就是返场了。是的，是的。然后就有三三两两那样剧。很快。马上又要剧了，对的。其实好像我前2天那个直播也说过，就是每一次咱们大家又聚在一起，然后不管有没有摄像机，然后又比如说 PD 们在旁边，就真的又有感觉回到泰国的感觉。真的。时光穿梭机。对。我们那个前段时间的，一个小小的旅行。对，因为大家本来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自己的学业上还有工作上要忙，然后我们就聚了一些大家都比较一些闲人，然后去那个周边游了一下。很爱看海，我发现青春就是要看海。这还被偶遇了吗？印象最深刻的场景应该是亚洲蹲在地上的那一幕。对，3个人有没有刷到那场？蹲在地上，我们很松弛。你们那时候在干啥呢？找地图，看地图。甚至没有在找地图，就是说累了歇会儿，就往地上一蹲就是。我们也没有说哎查一下一会儿去哪儿，就是突然说哎也不知道干嘛了，蹲会儿吧。累了，真的就累了。然后 OK， 那 MC 现在我们今天的聊天环节就到这里了，下面我们就要进入陪看环节喽。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留言，然后我们会边看边片段边挑选大家的留言。对，然后是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陪看吧。开始吧。其实我很想做那个手册。来吧。哇，超爱这个，这真的很长，所以他们也会做。那我们真的不能输。是的，来吧，你们先2人世界创作吧。我们可以做2页。我很喜欢画这种手账，我小学时候就爱了。怎么写了？写就写吧。不要写蛮好。还挺好看的。你这个景色真的很好看，看后面小灯灯。集结吉祥话小张喜欢。小张写什么？让我写一个。猪猪这件衣服好好看，挺中式的。懂吗？这个你怎么录的？我给你写一个。为什么我是 HX 有点像那个音响。这 HX 很酷的。X 也很酷。然后我画完自己了。哎呀，你确实有艺术细胞的。画的好好，你要不帮我画一个？那我帮你画一个。上空驴的时候净干这事儿了，你画个我吧。你们能不能别这么偷懒？高中课本上全是我的自画像。怎么样？可以。然后楚楚。不是。我这时候真有点小声。不是，我真没想到那个情景。我从片段那天从早上开始我就开始叫你楚楚了，就是我录的 vlog。你爱的是谁 ？Sorry。猪那个叫楚楚。我要闹了。我也要闹了。怎么那么好笑？那这个是什么东西？男团长。我们3个有一个组合名。
帅气男团。三高组合吧。蚊子的高是搞笑的高吗？我其实觉得蚊子挺幽默的，太可爱了。我画只小羊呗，从第1期贯彻到最后一期小羊，然后那数学题是吧？对，来吧，给你烫个爆炸头。这是年兽吗？这就是没有参加我们开学典礼的后果。哦 ，OK。我喜欢柯南，画蝴蝶结和眼镜。蝴蝶结简单。柯南这张图过不去了。还能看呢，还能看。这个手可以玩到最后一什么了吗？我画吉他吧。我帮你画。行。你信我。太行了。太行了。先画2个框。先画框我。对。完了。别管。可以的，知道是吉他，很明显。哎呀，真好啊！晚风轻拂澎湖湾，能春沙滩。哇哦，还得是咱们有美术总监。他们怎么办呀？他们怎么办呀？我们的真的赢了，我说实话，我们真的赢了。无论从画面丰富角度还是创新力角度，我觉得这一局白纱组合都是胜的。是你赢的。好搞笑哦！你怎么脸红了？啊，被帅哥包围还行。哎，所以3个女孩的合照叫什么？叫做《小时代》。小时代，大时代，大时代姐妹花。哦，大时代姐妹花，然后画一个番。好会画。学的服装设计的。对，那大树应该也是可以的。大树也没。大猪大轮大姐妹这很美。郭老师懂我，我很爱画的。一朵朵的那种感觉。哇哦，怎么样？哇哦，看一眼。哇，还可以吧？哎，我觉得我们这可能是他们的人做的。必须的，必须的那种感觉。挺好看的这个也。我要来画你们俩。这张合照可以叫树桩。树桩。我们前天就想到了。啊，那你都不告诉我，你们不知道我们的战舰就叫树桩号吗？战舰来的。我画的那棵树就是我在高中海报上画的树，然后我们班同学就叫我大树。的由来。我写什么？我写的什么？诗意啊，兄弟。做自己啊，做自己。很伟大的。我倒要看看。让世界开心，让世界开心，好大的一个愿望愿景。很难实现哦。你拿那边。哇，这色彩感，对，真的这个图好太完美了。一切东西还有珍贵的。小张还有一页那种很炸的，画的都挺好。哇，这自己在出东西。哦，它是那个什么？任务卡是吧？对对对，那个任务卡。话题了是不是？对啊，好多年前了吧？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已经30岁了。那时候还没有锻炼呢。这个笑死我了。出生一样。你们之前有聊过？没有很多，都传递一下正能量吧。你还挺直接的哥。今天的餐桌话题是可以说给星空的秘密。好浪漫哦，这秘密可是秘密。可以说给星空的秘密。那我觉得这一趴挺需要勇气的。对。他首先得。确实，我当时真的纠结了很久要讲什么。因为我确实中间来就是大家很多自己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想想，我可以分享一个秘密。我其实不太敢跟别人说，也不太喜欢跟别人说这种东西，因为其实我在外面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包括其实我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就是想营造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给别人看。但其实我并不是说，
那么的优秀。其实我从小到大是一个差生，也就是我从来没有考过多么完美的分数。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甚至都不太敢把这个分数拿给我爸爸妈妈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看到之后他们会很失望，因为他们花了很多心思送我出去，就是因为想我就很望子成龙的感觉。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好好的认真去学习，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是说能做的特别极致的人，就包括其实我虽然说很热爱打高尔夫，但是我离这个职业的路也是隔了一条银河的这种感觉。我有天赋，但我不肯努力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一个缺点。其实后面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非常的，真的花了点心思，然后最后还是收到那份 cast offer 的时候，I can see like 我爸爸就是在跟我打视频的时候，眼泪哭出来了。当我看到我爸爸就是很开心而流泪的时候，我在想我以前是多么不努力啊！我以后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更努力去，不要辜负自己，再成熟一点，再成熟一点，再负责任一点。好了，我的故事分享好了。那我可以分享我的。前几年来说吧，可能尤其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不敢让任何人看见，就是坚决不能看见。如果谁看见了，我真就崩溃了。就是我腿这儿有特别大的一块斑，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过吗？但是你们可以看一眼，就是这儿其实有这么大一块疤，然后它最早是黑色的，就是说全部都是黑的，因为我是疤痕体。我后面做了可能6、7次那种激光手术，它现在才看不见的。最早的时候是一个胎记，然后我去做那种胎记切除手术，没有缝合好，所以就疤痕增生了。原本我初中的时候就梦想做模特，然后突然出了这么一个疤之后，我当时就整个人就是崩溃了，就是可能因为这么大的一块疤，我肯定做不了模特了。结果还是做了。然后那一段时间的夏天，我只要穿短裤，转变一下气氛吧。很大的创口点。就只要别人问我你腿膝盖怎么了，我就说我受伤了，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看到这个疤。后面虽然也算是做手术，我之前还觉得有那个疤，我肯定谈不了恋爱了。还是挺明显。其实主要就是后面自己接受。天晓得我在想什么，脑回路。担心的事儿其实也没有啥事。有时候把一切想的太重要，不是事儿。对，好搞笑。可能我以前是一个很看重别人对我看法的人。在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是那种眉毛特别浓的小孩，然后就跟班上很多小女孩不一样，因为大家眉毛都淡淡的，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我眉毛好浓，然后我就非常注重这一点。然后我走在街上，如果有一个可能就是阿姨盯着我看很久，人家可能心里是在想这小女孩长得很可爱或者怎么样，但我可能就会注意到说，她不会是说觉得我眉毛很浓吧，她觉得不好看之类的，就是自己在心里内耗，你知道吗？就可能真的是以前比较太敏感了，或者是怎么样。就你太看重自己身上某些可能小的缺点，然后把它放大，但其实别人没有那么在意。反正现在真的好很多了，就是不太会去很注重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别人的看法。对啊，其实真的高中的时候我特讨厌别人说我高，谁说我高的话我真的会生气。但是现在就无所谓。对，谁都不会说我一把。想法，因为我小时候并不是说长得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也很。我小时候也好丑，但我小时候挺好看的。讨厌。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是有时候觉得我像以前的那个我，所以我很讨厌戴眼镜，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戴眼镜的男孩。我每次戴眼镜面对一个人的话，我都不敢正脸去盯他的眼睛，因为我怕他会觉得我长得不好看，真的会这样子的。我之前看过一个解决内耗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以为别人有你自己在乎你。对，庄子也是没有秘密的小男孩，看来。其实我的这个秘密其实跟大家的其实都差不多。大家从见到我开始，我的衣服包括怎么样都是花花绿绿、粉粉嫩嫩，颜色大胆横跳的。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之前被人嘲笑过，因为我喜欢粉色。我也喜欢粉色。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我被别人嘲笑过。我在小学的时候被别人嘲笑说你一个大男孩怎么穿粉色啊，或者说怎么样，被嘲笑过以后，我就开始
不爱刻意的去展现出我自我的东西，就把我自己就直接就封闭起来，然后我就会很自卑，然后我就会我不要穿这些粉色的，盲目的去迎合大众，就是都是一身黑一身白。骂到我了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哪怕是说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件衣服，我真的很想拿出去给大家炫耀，在那个时候我也会把它收起来。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可以说，是因为我就是根本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去看我的这身衣服怎么，因为我觉得就是喜欢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因为脸确实蛮帅的，就说出来了，被脸吸引。这可能也有一点吧。真敢认了。大宿舍好像真的很适合你。对，有点小帅。哇，你知道你现在逆光有多帅？小庄老师今天太帅。小庄的自信都是你给的。我觉得我看这一段不太想看了。你现在最喜欢也是粉色吗？对，一直都是。我也最喜欢粉色。你喜欢谁？完全没有意识，我那段时间说了这么多赞美别人的话。很沉重了。其实我觉得更加了解了大家一些故事，就感觉我们更加亲密了一点。其实，就是我一直都有说赞扬你的态度，然后你对时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我很欣赏。那你觉得他们那边在想什么？可能是同样的东西吧。那你觉得蚊子会在想什么？从小就长得帅，被人欺负。三句不离蚊子。蚊子才。蚊子，你那么深沉，你先来说吧。蚊子已经在酝酿情绪了。蚊子。哎，发现今天我们3个都是那边组的呀，我们都没有在这组。其实我这个秘密呢，它不算是特别的。怎么样？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过生日的人。我从小到大每一次生日，其实我都会心里头特别忐忑。每次过生日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吧，小时候不喜欢过生日，主要是因为很倒霉。我生日都是在期末复习前对，然后就上学时期嘛，其实大家都是挺忙于自己的学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时间。说去给大家隆重的过一个生日，长大之后呢，不喜欢过生日的原因就更多了。我也是一个不会说主动跟别人说我要过生日了，去提醒他们说我的生日要怎么过。所以有些时候其实你很好的朋友，但是在你生日那天，他们把这件事情忘记掉了，有时候你自己心里头就会不舒服的。我特别能共情，就是我也是觉得，越长大越觉得好像过生日有时候就是一次很有压力的事情。对。其实我能听出来，木木是一个比较在乎身边朋友的感受的人。对，只不过是我比较害怕，我害怕自己不被别人挂记在心上。你生日是哪一天？我生日12月19号。12月19号。那咱们约好12月19号，今年咱们争取帮你一起过生日。可以啊。那真的是很短，来努力一下。咱们回头就不要告诉他，咱们带着他，懂我意思？记住12月19号。不在的亲。那不行。你要是忘了，他该多伤心。对。我可以说，但是我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对我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觉得这趟旅程就是第一次能让我有这个勇气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我确实我的研究生同学、本科同学、高中同学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其实我小时候我被霸凌过。可能从我的现在的这个身材可能比较难看出来，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这种比较遇事很冷静，然后我小时候也是比较活泼一点，然后可能在班里属于那种话比较多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他说这段的时候真的看出来是非常难讲。没事。
因为我周围也有这样的朋友，不常讲，他跟我分享这个会上很难很难。就是我们在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有个高年级的同学吧，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不愿意带我玩，然后对我有一些，首先是一些言语上的攻击吧，然后后面就是他就过来把我推到墙上，就是一群人围着，然后扇了我巴掌，好过分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程度的了，霸凌，这样子属于很大程度的动手，这样非常严重的。没事，不想说不说了，不想说不说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秘密吗？为什么叫秘密？哎，没事，我其实还好，就是后面就我回到家之后不太想把这件事情跟别人说，然后后面是我爸妈发现了之后，就是一定要我把真实情况说出来，然后就是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后面变成这样一种性格，就是可能就是从那一次开始走向了这条性格的路。真的会影响人一生。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在一个集体中，像我后面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怕自己融入不进来，是吗？对，就是怕别人会怎么看我，然后很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怕我是不是某些话是不是说了之后会有不好的结果，怕别人不带他玩。但我就想啊，就是我当时就已经是算是解决的比较好的这件事情，后面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能重新走出来。对，就是能面对这件事情。但我真的觉得那个学生时代的事情是影响人最大的，其实后面治愈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成为新的一个疙瘩。人很多性格也是在那个时候塑造的。就是如果有遇到类似的事情，能勇敢的去面对，然后一定是相信父母是自己最值得信任的人。有些人做这些事儿不是因为你不好，不是因为你不好，对，而是因为他们本身，他们本身的问题，对，他们本身自己的问题。好了，你已经进入我们班级里面了，以后就是好。其实也一直想问大家，就是假如说没有像大树这样的很 E 的这种性格，那怎么去融入一个新的集体？我个人喜欢的一个办法就是去找一个你觉得在这个集体里面你觉得最能融得来的人，因为这个集体你可能融不来，但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很好方法，比较契合。对，这是一个比较办法好，就一模一样。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都是有自己的气场在的，对，就你气场相通就能成为气场相投的人很容易找的，就像我刚来的时候看到小庄一样。你看我 Q 了好多次小庄，人知道底。我们就是不断一直在 Q 小庄，对。但是我觉得矛盾点就在于我们这段旅程太短了，我真的很想尽快融入大家。谁说这段旅程短了？突然就，这只不过是我们。当然是慢热的，对吧？我们从泰国回去，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当时的节奏太快。但是后面我们经常见面啊，对不对？还要给木木过生日。即使我这么 E， 我想要快速的去融入，我也有 push 自己。刚开始，会之后你会感慨更努力的多说一些话，多找一些话题。在考虑怎么融入这个集体。他们真的都很棒，都在治愈，都在治愈。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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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这么美的景色，金月亮，这个海岛，还有最好的我们。那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陪看了。其实我很好奇，那个夏日手账，大家知道他去哪里了吗？你们有？不知道，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后来其实是一直在说，我们能不能把他带走，把他带走。就是我们可以这2天问一下，能不能来北京的时候给我们带过来。我真的好想要那个呀！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那个群内拍卖，我们1人1页也可以，对不对？分享一下带回家，我直接裱在我的这个房间上面。对，那个手账真的做的蛮好看，而且我确实觉得颁奖应该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你们赞同吗？他们做的也很棒，但是我们确实做的还不错。然后，第2个事情是，
就是刚刚这个大家都还有一点没有从刚刚这个情绪中抽离出来嘛。其实这一段真的算是这几期节目里头最沉重、最深刻的一个部分了嘛。因为就是确实分享秘密是一件很难的事儿。那天我们在分享秘密之前，每个人其实都沉默纠结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分享，或者哪个秘密可以被拿出来说。有的我们想要分享的，但又过不了心里那坎儿，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就是我很好奇，猪猪还有大轮，就是现在在看这一段的话，你们是什么心情？然后包括和当时的心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就不一定是看自己的秘密，有可能是看别人啊、别的组啊。现在再看一遍大家的分享，心态上有没有变化？因为咱们仨，我觉得咱们仨正好也都是同一个组的，咱们也是看了节目才知道对面他们的对发生的那一部分。就是反正我看的时候真的还挺触动，就是我心里也挺，之前有一个诗人说过一句话，就好像是那种意思是，那种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过完，才能巧妙的过完他一生那种感觉。我就感觉其实你接触，咱们班里每个人啊，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实可能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那种经历了挫折，然后又自我修复啊，然后那种去蜕变的过程吧。这种感觉，因为而且真的是了解大家更多，尤其是锻炼，咱们也都，是后来。猪猪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现在看，其实这一期我是第一次看，还没来得及看完呢。就是我每次都是会缓一缓，让自己缓一缓再看。就因为那隔壁组的那个，尤其是锻炼那一段发言，其实给我真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平常也可以看出来，锻炼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小男孩，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会是跟他童年的一些经历有关，就是感觉这些霸凌啊等这些行为，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很大。就是可能你随口说的一句话，就是会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可能就是要用一生去治愈。就这个给我留下的，就是触动是最深的吧。对，因为其实锻炼这一段我特别有共情，因为在我周围的人中，我其实遇到过类似的小孩，然后他会跟我分享这些事情，其实跟锻炼在星空下跟我讲那个秘密的出发点特别像，就是确实我不可置否，就是我一直是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能量场很强的小孩，就是感觉什么事儿都就是笑笑就过去了。然后小的时候其实真的就会有这种比较，也不是小的时候，或者以前就真的会有这种内向一点的小男孩会来问我说如何不那么敏感，如何变得强大一点。我就是真的就是，所以我看到他跟我分享那一段，我就特别共情，所以我在回复他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用我的语言能够鼓励他，然后我就特别想告诉他说，哪怕有的时候没那么帅，没那么酷，你也要勇敢的做你想要做的决定，而不是就是去考虑太多。但我深的知道这一件事有多难，而且其实我之前的那些同学，他们所谓的经历的霸凌，可能还仅只是存在于，比如说你上台演讲，然后没有人理你，你们班同学不接你的话，给你冷场，然后让你站在那儿，就还只是这些事情，他还不是说直接的像锻炼那样，就是从言语的侮辱，甚至到了肢体上的侮辱这样子。我觉得他那个一定是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包括锻炼，他说他体型看着这样，但是小时候被人欺负。但是我作为一个高个儿来说，其实小的时候，如果你比同龄人长得更高、更显眼，其实反而会成为大家想要去拿你开玩笑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大家就会想要去取笑你或者是什么，当然这是绝对是错误的，所以我很能理解锻炼的一些心情。而且我之前我再分享一个，之前有一个很高的朋友跟我说别人以为我长得很高，我应该很自信，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我长得很高，代表我无论在街上犯了什么错或者出了什么糗，我都会比别人更容易被看到。就是他们心里其实是会这么想的，这很奇妙，然后接下来在录制这一段的当天，其实我们是突然被点醒，说旅程只剩下48小时了。我们当时是玩正开心呢，然后突然说啊，只有48小时了，就是大家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怎么说？这真的就是相当于在你很开心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把你敲醒，就是因为这趟旅程就是说长不长，但说短真的也不短了。而且毕竟前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和咱们就是这么多人一个大家庭相处在一起，就突然就是真正意识到48小时这个数字的时候，就是确实会感觉就是心里咯噔一下，就是感觉马上好像离分别不远了，大家马上就要 say bye bye 那种感觉。就是当时是真的有点小难过吧。然后就也让我更加想要珍惜最后的这个48小时。是的，对我也是一样，就是更想珍惜，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就是会很怀念、很怀旧那种人。然后我当时那个高中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壁纸就是我还在高中，然后高中的时候朋友圈壁纸是那个《请回答1988》里面那个老师说的话，就是现在的你们不知道现在有多好。我当时也那种感觉，就是慢慢的去珍惜时间，然后就是尽量的尽可能好好体验每一分钟这样。对，对我的感受就是知道了之后连觉都不想睡了，深夜就想拉着你聊天48小时过程那个觉也是不想睡了，晚上就跟我聊吧。OK， 那这是我们这一部分的陪看，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第二部分的陪看了，我们继续吧。好的 ，Let's go。你好，小张老师，我是大树。你好，小张老师，我是大树。然后今天是来小屋这么多天，第一次和你有这种很认真聊天的机会。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和你在一起是最开心，而且不是朋友的开心。真的，说实话，就是聊完之后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那种很在乎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因为我的性格而被我吸引的，而正好来到小屋呢，性格和我们本来的样子成为了我们唯一的名片，也是唯一了解彼此的方式。我是你，哎，你是我吸引的女孩，我是你吸引的女孩，是有被吸引到。小张老师今天太帅。当有一个人真的是因为被我的性格吸引而靠近我的时候，真的让我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就像你说的，现在刮刮乐只被刮开了一角，你更相信用自己的眼睛和真实生活的细节去了解、认识一个人。其实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是这样一个人。而且，看大树那样，小花痴。我到底在做什么呀？刮刮乐，我愿意继续刮下去。这场刮刮乐，我愿意继续刮下去。那你呢？我也很想继续刮下去，我也很想继续刮下去。这好稳，我感觉今天听留言环节也很放松，没有那么紧绷的感觉。chill， 放松。放松。我那天玩那个狗尾巴藏也是玩嗨了，就一直给它插头上。啊，对。你好，远方的朋友，我是锻炼。Hello， 远方的朋友你好。猪猪留给了远方。好黑呀，晒的。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感觉破衣服。对了吧？这一幕也太美了。传达到140公里之外。太美了。他估计睡那儿了。真的好黑呀！一会儿还得去叫他。我非常愿意，我非常愿意，但是还有一点，
这个应该是为什么只羡慕他一个人啊？锻炼的，我觉得锻炼，啥呀？还挺能锻炼的那个。到时候我们听远方的蚊子，我们公放一下。我真太想知道蚊子了。好吧，看看天上还有没有星星。我先听我的录音。我那狗尾巴草能不能摘下来？好像受伤了，你这个角度好像是用弓箭射脑袋了，我给你拔了呗。我那时候好像是美瞳干了，我已经睁不开眼睛。就是今天我们在帐篷那块讨论的一个关于探索的话题。一张刮刮乐，我连那个才看到那个角，对你好奇，所以我才想去了解你。我把它比喻成了一个刮刮乐。那我现在想问你一下，你觉得你对我这张刮刮乐刮到了第几个字？他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默契。但我都听不懂，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刮到了，我也理解的很费劲。你还会继续刮下去吗？就这样，拜拜。第二个问题什么意思啊？就是万一是谢谢惠顾呢？谢谢惠顾就是没有了，这奖就刮不到了，没奖，就这张刮刮乐啥也没有。我觉得我刮到了半个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再来一瓶。谢谢的一奖。我应该是那种还会给他刮完的人。这回答完了。就是谢谢遇到你啊，也好啊。挂完是挂了半个小时。我要去听第三录音。挂了半个。他这个角度真的很搞笑。你好，远方的朋友，我是锻炼。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我们相处的时光只剩下最后48小时了。今天我们在玩的时候聊到旅途中最遗憾的事，我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们中的好多朋友一起出去玩过呢。就是了解的还不够深，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挺羡慕大树的，正好又是大树载体，能拥有一个那么一的性格。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融入一个新的集体，或者向我喜欢的人表达心意，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非常需要勇气。在我生活中，我可以用我喜欢的节奏慢慢去融入一个新的集体，但在这趟旅程中我不能。我总是推着自己尽快的走进大家，像我后面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怕别人会怎么看我，然后是因为我真的很珍惜你们，像你一样，我很怕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融入这个集体，这趟旅程就结束了。今天在夜空下，我跟伙伴们也聊了很多，我终于可以开始慢慢学会卸下自己的包袱，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去拥有大海，去触碰礁石，去允许我爱的人不爱我。他这句话真的，去接受我是一个太那个了，有遗憾的写得太好自己。最后，再用最真实的自己去拥抱大家。他说的好棒。对，亲爱的，他那一句话真的说的太好，听了真的就我的倾诉。现在你愿意抬起头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那些真的很多星星啊。你愿意抬起头陪我看他们是星星。我觉得这个留言好棒，好棒哦，又棒又真诚。他们逃走了。锻炼呐，哎呀！既然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那你们逃走好。走了。在看星星。我想对这位远方的朋友说，其实
是真的可以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起鸡皮疙瘩了，这一段好棒！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反应和直觉走，做让你自己舒服和开心的事情。可能过程中你会看起来没那么酷，没那么帅，想蹲在地上就蹲在地上，勇敢做自己，你就不会后悔。说的也很好。这是我给远方朋友的回应。那是月亮。我还要。我们当时台风太大，就看你一个人在那边这样子，不知道哪里。我澎湃，我超级澎湃，很感人。远方的朋友你好，我有一些心里话。这个超感人，我当时听的时候差点就是不掉。我想跟这位远方的朋友说，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选择这一段旅行是值得的，而且你也是一个很值得被爱的人。结束了。啊！手表情，文老师。我以前 cos 太多。现在应该是，现在是这样。Hello， 大伦，普吉岛国王。今天看见你包扎好的伤口一直被撕开，被海水冲洗。贴的创可贴的都不见了。他在晒太黑了那天。我感觉。那天那天真的是就是杀伤力最大的，是照顾你，让你一直在受伤。所以我希望以后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我可以更加细心的去照顾你，让你不会再受伤。我今天看到了只属于我们两个的烟花，我感觉很幸福，很浪漫。我也记录好了这一刻。我会一直记在心里，会經常去回味它的。有啲唔捨得，例如有啲唔捨得。然後，我想你可以重複我現在要說的話。啊。我說的話是：今天。我和蔡文浩玩的开心，给他吓一跳，还以为是什么别的呢。今天我和蔡文浩玩得很开心。蔡文浩是谁？小张是我们所有人叫蔡文浩的，我举报。啊，我当然知道你了。今晚粗1岁。你们记得吗？那天早上他偷偷看我们身后那个别的大名儿开场的，我还录下来了。连我名儿都不知道，幸运呢。谁的名儿都不知道，这人。周明儒。他可能一会儿说你不姓朱，姓楚，姓楚，但是你小名叫猪猪。行。来了。只有我一条啦。我一个人留着。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可惜我不在对面岛，不然我喊得更大声。喊到我那边都听得见。远方的朋友你好，不知道你能不能见到第一天的楚楚。我有一些心里话想问问他。其实在来这段节目之前，我有过很多的幻想，我会不会遇到一个我心仪的男生，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个男孩子坚定的选择我。我甚至还想过
我会不会收到多条留言，那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但是没有想到现实是完全相反的。对，欢迎。留言收听完毕，请下楼。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错觉，就是难道我真的这么不受异性喜欢吗？当然不是。每当夜晚听录音的环节，就感觉时间过得格外漫长，然后自己的心理压力都会特别大。所以如果第一天楚楚知道这些情况，你还会参加这段旅行吗？可以面对大海大声地说出你的回答吗？谢谢。我在来的第一天晚上，其实问我，大伦你是学心理的吗？你可以帮我猜猜我喜欢谁吗？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女孩子，然后我也经常在心里想，如果我是男生，我真的一定其实咱们这个旅行才是你这样的我想地球上几十亿人里的10个人，对，能代表楚楚是个特别好的女孩。所以我特别后来听到锻炼文字的留言，我就特别就是难过。如果他们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来定义自己，或者就是没那么相信。不会的，我觉得不可以的。见到文字再夸他100个，你帅疯了。Hello， 彩彩，我是大伦。夸见楚楚美死了。玩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准备好了你就点点头。然后我们开始了。请问你的性别是什么？男。你知道自己很帅吗？还行，知道吧？还行。那你觉得我哪一天最漂亮？Hello。哪一天？昨天最漂亮。我最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时候？是你坐在我旁边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今天在手册上写了句话，说穿越4班就是我们的乌托邦。那现在这段乌托邦一般的旅行还有48小时就要结束了，我们也要回到各自的城市和生活中了。想问，你对我们的关系有信心吗？我非常有信心大，非常有信心大。我非常好可爱。懂吗？这是开头录的，危险的。你对我们的关系有信心吗？我非常有信心大。好甜呀。OK。好 OK。你好，远方的朋友，我是锻炼。Hello， 远方的朋友你好，我是猪猪。如果你听到了这条留言，说明我们还是有点缘分。我有一些心里话想对你说。可能在你眼里呢，我是一个很开朗、然后很大大咧咧的女孩，但实际上呢，我非常不擅长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也不太懂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在面对一些尴尬和矛盾的时候，我总会下意识的回避和逃避。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融入一个新的集体，或者向我喜欢的人表达心意，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非常需要勇气。我们都才20岁，我们都还会长大的。以前我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待得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都涌来，而我真的逃不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种方式对于自己和别人的伤害有多大。我终于可以开始慢慢学会卸下自己的包袱，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去拥有大海，去触碰礁石，去允许我爱的人不爱我。但好在这趟旅程里，我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们，是你们的主动和坦诚，让我能够更加勇敢、舒服地直面自己。他们的留言很像啊，就是来到这儿的成长。对，成长。最后呢，我还是要夸一下自己，因为我感觉自己也有在慢慢变得更加勇敢、更加直接。如果你也感受到我变回来的话，那就跟我一起大喊一声，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拜拜。有，而且到现在更多。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你愿意抬起头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如果你也感受到我变回来，那就跟我一起大喊一声，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我就当时就说我要是看这个。真的好治愈啊！人物的表达真的很棒，我觉得这真的就是20岁应该要有的。有点那个千里共婵娟的这个。你已经非常棒了，我觉得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决定勇敢的加入这趟旅行，勇敢的加入这趟旅行。是的。你愿意抬起头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带我们来听蚊子的语音吧。真的是大家一起听，我对。蚊子，蚊子好呆啊！蚊子。公放了。远方的人你好，我是蚊子。这条留言已经被我施了黑魔法。我相信一定会在远方的你听到。一想到这是一条可以跨过阿达曼海峡的留言，我就觉得超酷。原本我也希望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也可以是一个超酷的人，但是好像我越来越失败了。刚加入旅行那几天，我总是闷闷不乐，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收到留言，也可能是因为在大家面前我变得没有那么受关注了。我发现自己正在不断的缩小，当然我确实也是男生中最小只。你知道刚看到你们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吗？其实我也是纯瑞斯班的一员。我当时想，男生怎么都那么高那么帅。我的自卑被我遮上了不在乎的铠甲，我不表露出自己的喜好，不想参与到竞争中。我之前对一个女生表达了好感，现在我决定放弃了。你去吧，我不打算选，我不打算选。我设想自己每一个选择的同时，都害怕自己会变得糟糕。我觉得打安全牌会让我更安心，也会让我变得中庸。我的玻璃心让我畏手畏脚，我失去了我特有的幽默和阳光。他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超有梗的蚊子，他的梗超好笑。那天我装扮成柯南，你不用站，
你不用站，我吃药了，我现在缩小版的，明白吗？我自嘲自己是缩小版的时候，大家被我逗笑，我才意识到，当自己主动丢掉包袱的时候，我又变成了那个超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可以改变的可能。小柯南也一定会变成工藤新一，就像蚊子也可以变成你们口中的蚊子老师、蚊子哥。长大了。虽然旅行还有48小时就结束了，不想再逃离了，不想再逃离了。或许48小时不是结束，而是我另一段人生旅行的开始呢。那就让一切都从美好的夸奖开始吧。我超喜欢被夸奖。收听这条留言的人，请你在听完之后，我一直夸到现在。对，大声的夸夸我吧。见他我就说他帅。这是见面第一句话。文字好帅啊！就每次都给他这样的。一定要超。见他就夸他帅。我觉得这样才酷。你可真是赚到了。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文字直播的时候我一直说他帅了吧？当然是真帅。文字，你真的超酷超帅的！这天真的好治愈，我感觉真太治愈。我这一段要反复观看。蚊子把这一段就是加入自己的人生简历，对，放到你的简历。以后要找工作的时候跟他说，我跟你说我超酷超帅的，然后用出这一段视频。我给你看证据。对，我跟你说真的哦，5个人说的哦。耶！天哪，刚刚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期的直播陪看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就这样，时间如梭哈，我们就已经看完了陪看所有的内容。那最后的最后，真的今天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心里的话，还是想要跟大家说，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美好的时光都是转瞬即逝的，然后今天的直播陪看也就基本上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真的，刚刚那一段我觉得看完之后我们3个都心情澎湃，超级澎湃。对，那就是最后的最后，大家应该就是在参加节目前都有一些期待吧。然后大家有没有曾经希望这是一段怎样的旅程？包括现在的自己对当时的自己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说的一段话？我们留下一些美好的期许吧。美好。猪猪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我的记性真的有点差。就是说，能说就是你当时节目前的期待，对这个旅程是什么样的，以及现在对当时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就是来节目之前，就是怎么说呢？本来就是我没有做太多的预设，我只是想来说玩的开心就好，然后能跟大家做到就是交朋友，都成为很好的朋友就很好。然后现在我看来，就是真的这些都做到了，就是真的很开心。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也和大家就是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包括我们私下也会一直联系啊什么的。对，然后像有什么就是也没有说留下什么遗憾或者说不好的那种怎么说，就是反正我觉得这整趟旅行，不管是在这当中有什么可能让我当时会有一点小内耗啊，或者是很开心的事情，现在整个看来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就是对我的影响都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就是很开心能够加入这段旅程。然后就是从当初到现在吧，我整个人就是真的是成长了特别特别多。然后对于今后的话，我希望就是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吧，就是认识自己可能那些之前没有了解到的部分，然后就是不断的改善自己那些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继续做一个就是充满活力的，然后就是更好的人。好，其实我跟猪猪差不多，就是没有，其实来这趟旅程前就是没有想象那么多，也没有想象，就真的没有想象我们能真的就是体验到
这个节目带给我们的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就想的是那种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然后也就是这样的，就是享受一下这个机会吧，这种感觉。然后对第二个什么对，就当时给自己说，就其实还是跟我前面说的一样，就是不要刚开始带着那么社恐那种心情加入，然后可能会更融入的更快一些这种感觉。最后我还再说一点点吧，就是我可能在来之前，我想怦然心动20岁，那我应该怦然心动就够了，我能获得怦然心动应该就够了吧。但是到现在参加完了旅行，然后旅行结束，还和大家一直在联系，然后我交到了特别多非常好的朋友，我发现我获得的是除心动以外更多的东西，就是我看到一堆很有生命力、很鲜活，而且不断在反思自己，大家在思考接下来这一年我们如何一起共同进步的朋友，我就觉得太棒了，我太幸运了。所以说，对，那这就是我们直播陪看的所有内容了，也是我们3个今天还有缺席的楚楚，我们4个大树、楚楚、猪猪、大轮，我们最后一期陪看内容，我们拜拜了，大家都要开心哦，都要开心哦，拜拜。